哇哦对手感好漂亮啊！蒙国东的后手徐佳，漂亮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中国的 KO 专家就是他，不管是日本搏击名将还是世界冠军，只要遇到他，不是被乱拳 KO，就是被他一拳打飞。他就是来自广西的蒙国东，身上流淌着郎兵后裔的血液，而且还继承着郎兵后裔的优美传统与壮硕的体质。身为古壮拳唯一的继承者，蒙国东自然要继承古壮拳的衣钵。擂台上的蒙国东就像是战神一样，遇强则强，遇挫愈奋。一晚 KO 3位日本搏击新锐之后，蒙国东彻底在中国打出了名气。KO 率高达100%的蒙国东，这次算是遇到了对手。他的对手是来自巴西的 KO 高手维克托，坐拥35次 KO， 在擂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。两位 KO 高手相遇，必定会给大家呈现出一场十分精彩的比赛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两位都是各国的 KO 高手，一位是坐拥35次 KO， 另一位的 KO 率则是高达100%。从体型上来看，俩人的体型几乎相差无几。对比之下，蒙国东的体型要比维克托壮硕一些，毕竟蒙国东的血液中流淌郎兵后裔的血脉，而且还是古壮拳唯一继承人。反观维克托也不是什么容易欺负的善茬。猛虎出夹，在武林风复出拿下2场 TKO 胜，然后上一个月呢，他打了一个日本人，也是一样啊，直接把日本人给 KO 掉了。对方丢白毛巾都急啊，在白毛巾还没落地的时候，他就把在换拳中，蒙国东一套不解释组合拳法，成功将这位所谓的 KO 高手放倒在地上。这一套拳法也是让维克托有点蒙圈，甚至不敢相信这是蒙国东能打出来的进攻。不过事已至此，维克托不得不接受事实。维克托好像已经现在就看这个蒙国东能不能冷静下来，然后 KO 对手啊。这个维克多待在泰国劳苦俱乐部7年了，曾经跟我们这个孙伟强打过，手被孙伟强给踢伤了。哦，这个时候维克多那个一定要那个，这个时候蒙国东一定要冷静下来，对，不要大意，不要把这个防守漏下来因为这个维克多我看还有反击能力，是，而且在泰国他是打缠麻的，所以缠麻的抗击打能力非常强。对，而且对头部的防守，包括整个节奏也都拉下来啊。但是蒙国东给他喘息的机会啊，压得很紧。我觉得蒙国东猛虎出夹，蒙国东连续的精准打击也是让维克托且战且退。不过维克托岂能轻易放弃？毕竟这场比赛关乎到自己的声誉，两位 KO 高手必定会在今日陨落一个。无时无刻都在对维克托发起猛攻的蒙国东，越打气势越强大，越打越勇猛，根本不怂眼前这个所谓的 KO 高手。南方的维克头部带腹部，哇，这种击打能力非常强，太强了。对，维克多的眼神虽然很愤怒，但是呢，他无可奈何。是。你看这个眼神非常。蒙国东的这个拳是上下结合啊。是，刚刚也还了蒙国东一拳。那维克多说了，他巴西跟泰国最大的不同是，他在泰国可以当一个职业的运动员，好好的训练，在巴西没有办法，是，那边环境比较差一点。对。然后南方的教练叫他一直待在擂台的中央，但是顶不住啊，因为蒙国东的这个攻击力太强了。而且回合即将结束，身陷劣势的维克托丝毫不慌，看来对自己的战术打法还是比较自信的。反观占据大比分优势的蒙国东也是十分稳健，根本就没有对维克托发起侵略性进攻。蒙国东能读秒维克托一次，那么就有机会将维克托 KO 掉。所以占据大比分优势的蒙国东并不着急对维克托发起猛攻，1秒钟把那10几个字讲出来，没人听吗？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打轻拳，打重拳。其实我觉得他说这些话，并不是说他真的是要把对方怎么着，其实是他对自我的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不能放弃，不到最后1秒，我绝不放弃。是。这个赛前我有跟这个蒙国东讲的这个胜利宣言太长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他这场如果第2回合开始了，身陷劣势的维克托依然十分稳健，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战术来与蒙国东进行对峙，不仅没有急于求成，而且还可以与蒙国东打得有来有回。看来第1回合的读秒并没有给维克托带来损伤，
调整好心态的维克托依然可以给蒙国东制造出很大的威胁。蒙国东不得不小心维克托所打出的冷招冷拳，毕竟超高的 KO 率不是徒有虚名，就相当的凶悍。蒙国东刚刚一边退一边出腿啊，其实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。他退着出了一拳，又退着又出一腿，对，上下结合的很好。是，哦，这个后退的出拳跟出腿一定要练的。对，但是跟协调性有关系。是，他刚才这个躲闪的反击做得很好。是，控制距离也控制的特别好。是，然后对手的协调性就没，还有爆发力就没有他好了。是，可能稍微要僵硬一些。对。其实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你这个打出感觉了之后呢，怎么打怎么有，是就很自如。对，况且还有轻重缓急。逐渐适应比赛节奏的蒙国东越来越强势，虚虚实实、真真假假的进攻也是让维克托有点摸不着头脑。反观维克托则是选择硬核反击，不过这些反击丝毫影响不到蒙国东的主动进攻。两位 KO 高手之间的过招总是那么虚虚实实，毕竟需要打出一招制敌的动作与招式，不然很难将其一击致命。成功了，是不能给他这种，就是说这种节奏，如果这样节奏的话，怕是被突然对手抓住机会，对手气势就上来了，况且不能缓，对，不能缓，况且对手呢是有一定能力的，是，所以说不能缓的前提就是你要有充足的体力去压迫他，体力，他可能第一局冲的比较猛，然后体能现在有了一定的那个影响，需要第二局调整一下。那也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调整啊，不能长时间的这样。希望蒙国东赶快压回去了。蒙国东点打得很准，但是呢，他力量由于维克托的鼻血有点难以控制，裁判则是选择为维克托擦拭伤口。看来蒙国东的精准打击也是让维克托吃尽了苦头。台下的拳迷看到这一幕，也是直接站起来为蒙国东鼓掌欢呼。虽然同为 KO 高手，但其实俩人还是略有不同。维克托的抗击打能力要比蒙国东高出一些，然而蒙国东的出拳出腿的命中率要比维克托高出一些。选手都很年轻啊，有时候20几岁，头脑还没有那么的清楚。对，等到头脑清楚的时候，身体打不动，体能又不行了啊。所以说，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在体能的情况下又有很好的头脑呢？可能要比他早一点练拳啦，有时候太晚练了已经来不及了。对，是要早一点练拳。对，是很多都是小时候就开始，大概10岁之前就开始练了。是，因为他这应该说是一个专业性思维，然后他的在这一个专业里面，他的思维比较成熟，老练。像我在年轻时候，我打拳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不懂，对，因为那时候就可能教练教什么就只能练，但是没嘛，对那些技术没嘛开窍，没嘛对理论方面的东西啊。对。就是说你参加了另外一个工作，然后就是在社会上的经验越来越多，才突然开窍，原来是那时候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就很可惜了，很可惜了。有些运动员他是在擂台上开窍了，杨卓也坚持了很多年了。其实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师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经过2回合的试探，两人几乎已经丧失了 KO 对手的能力。不过打出的拳脚进攻还是具有一定威慑力的，特别是维克托发起的主动进攻特别明显。毕竟维克托现在是身处劣势，然而蒙国东则是一直稳扎稳打，并没有施展太过偏激的动作与招式，早打了。那么在通过第2局的调整，蒙国东开始加强了这种密度和重击的击打。是因为蒙国东在第1局展示了他绝对的这种击打的能力啊，确实是击打能力很强。那有机会 KO 对方就不要留情了，不要留情。不过这个维克托也是毅力也非常强，是意志力很好，坚持到第3局挨了这么多重击。对，其实在心理素质上啊，打过缠麻的会觉得打拳套好像不是那么痛，比较不会怕。对，他是加上他的身体的这种抗击打，加上意志的能力，心理承受能力强，是撑了下来，综合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。所以说，你看他反击起来，也是占据大比分优势的蒙国东并没有减少进攻攻势，
无时无刻都在对维克托发起主动进攻。反观身陷劣势的维克托，则是对蒙国东发起了大举进攻。不过蒙国东也不是什么容易欺负的善茬，只要维克托敢对蒙国东发起主动进攻，那么蒙国东的防守反击一定会紧跟其后。时间拖得越久，蒙国东的优势就越大。对方累的都会这样讲。对，要给自己的运动员，给己方的运动员加油打气。对，都是说啊，对方累了，然后你加油。这样。啊，这个蒙国东注意。其实，在比赛场上确实是这样，你在听到对方累的时候，或者说，你在感觉对方很累的情况下，他就是走一步自己会滑倒的情况下，你就会瞬间你就有力量了。对。哦，又一个顶膝，抓的这次机会。杨卓啊，在比较紧急的状况，就大口呼气，调整自己。啊，不耻掉了，不耻。维克托的护齿好像被打掉了，看来蒙国东的进攻还是具有针对性的。鼻子被打出血的同时，护齿也被蒙国东给打掉了。对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这个蒙国东每次把对手重击或者说需要去中立脚的时候，他都会面朝中立脚，然后看着底下的观众，是的，反正观众帮他加油，然后给他鼓劲。有可能要想一下，待会要怎么打。冷静。是。最后10秒，现在两个人都开始用这种体能下降，用这种小的点拳，在控制对方的距离，打点。哦，比赛结束了，两位 KO 之王的比赛终于告了一段落。看到蒙国东大喘吁吁的样子，就足以证明蒙国东是用出了全力。台下的全民粉丝也全都看在了眼里。维克托虽然 KO 次数比较高，但面对蒙国东，维克托的针对性战术并起不到什么作用。总体来说，蒙国东占据了大比分优势，毕竟手里还掌握着维克托一个读秒。1号裁判30比27，2号裁判30比27，3号裁判30比27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最终蒙国东获得了比赛胜利。大家感觉蒙国东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蒙国东的硬气。